大家好，我是 Neil， 欢迎大家来到真朋友真相第4期啊。上期呢讲二大爷邓海燕的节目啊，因为我最近在度假啊，然后录完我就睡了，起来发现呢，果然不出所料啊，引起了很多的争论。当然呢，这个评论区我看到了很多非常精彩的评论啊，比如我特别想念这位朋友，我觉得他讲得很精辟啊，就是说，实际上美国真正的言论自由是你要到卫生间去上厕所。但是很多中国人以为美国的言论自由是你可以在客厅上厕所，非常精彩啊！当然呢，也有很多这评论就充分体现了简体中文圈和文明世界的距离啊。那我要声明一点啊，我做这节目完全没有财务压力啊，不像很多这个中文 YouTube 博主啊，是要靠流量赚钱要谋生的啊，所以我没压力，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爱谁谁。那反正我不会有任何的压力啊。正好下午呢。和王路飞聊起来，说这个悉尼奶爸呀，跟这位二大爷邓某起了冲突啊，这个网上甚嚣尘上。那甚嚣尘上呢，我们就不妨来聊聊啊。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冲突事件的经过啊。这个悉尼奶爸呢举报二大爷，然后二大爷又反手举报悉尼奶爸，这个宫斗剧愈演愈烈啊。当然大家这个都知道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查理·科克遇刺啊与这个二大爷的不当言论引起的啊。大家都知道，2025年9月10号啊，美国著名的右翼青年活动家查理·科克在犹他州演讲的时候呢，遭人枪击身亡。他事发后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华语时政博主二大爷邓海燕啊，在 X 平台，也就是推特啊中文发帖啊，那对科克发表了带有嘲讽性质的评论，并且最重要的是里面有脏字啊。那么邓海燕的这个言论被很多人解读为对科克遇刺幸灾乐祸啊，甚至是鼓励暴力，那引发了部分华人保守派的不满啊，更引发了很多这个英文的这个听众的不满啊，然后就是美国的所谓本地人的不满啊。那悉尼奶爸呢，则向 FBI 举报邓海燕啊，作为美国保守派理念的这个铁杆支持者啊，这个在澳大利亚的这个博主悉尼奶爸啊，叫卢雄飞啊，那么对此极为愤慨。他随即呢就在 X 平台公开艾特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等等执法机构，对邓海燕进行了举报。那称这个邓的言论啊支持暴力，涉嫌违背其在美移民身份的要求啊，因为邓是这个政治庇护的啊。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啊，就是说邓的言论呢，在美国你很难说要让他坐牢什么，美国没有说因为言论你要坐牢这种事非常少见。但是呢，邓他本身是接受美国的政治庇护的。他的庇护是很可能被取消的，就是说美国照顾你，美国特许你，对吧？当时你就是拿了一个这个旅游签证来，美国是特许你能继续留下来啊，庇护你。所以我觉得邓他对自己的要求应该是要更高的啊。那据这个悉尼奶爸的描述呢，他已经将二大爷这个相关的言论提交给了 FBI 啊，然后要求这个调查他这个是否涉及违法啊。邓海燕意识到事态严重啊，很快删除了相关的推文，以避免进一步的麻烦。那这一次告密式的举报呢，被邓海燕支持者怒斥为这个恶意整人、小题大做啊。当然，这个稍微了解美国的这个情况就知道，这可不是简单的什么小题大做啊。邓的言论也绝对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对于一个非美国公民能够容忍的言论的范围啊。好，那么邓海燕反手又举报这个悉尼奶爸啊，举报卢雄飞。他为了反击卢雄飞的举动呢，随手就反手举报，向澳大利亚的安全情报组织ASIO 和澳大利亚内政部提交材料举报这个卢雄飞曾经当过中国政府海外宣传的喉舌啊，就所谓肉喇叭啊。邓海燕指控卢雄飞是中共“一带一路”在澳洲曾经的肉喇叭，意思就是替“一带一路”倡议鼓吹的宣传员啊，曾在中共的“一带一路”相关部门工作过。邓海燕还公布了卢雄飞早年参加中国官方“一带一路”活动的照片，作为佐证啊，在媒体上也引发了轰动啊。这一反手举报，将双方的矛盾呢上升到了新的层面。如今不只是这个网络舆论战了啊，而是双方通过都对对方所在国的政府举报，让他出面啊，来制裁对方的言论或者背景。正如有网友调侃啊，这是大举报时代下华人自媒体之间的你死我活的较量。那事件的升级与各方的反应怎么样呢？二大爷悉尼奶爸互相举报事件在海外华人圈就像这个王路飞说的，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呀。那甚至惊动了部分美国保守派人士和政界人物。
著名的这个华裔保守派评论员，我们之前讲过啊，就是张家敦，他发表文章就点名批评了邓海燕对查理科克的这种冷血的态度啊。更严重的是，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也直接的表态了啊，说对于那些对科克的遇害幸灾乐祸、口出恶言的在美国的外国人，可以考虑取消其签证或者绿卡啊，将其从美国遣返啊。我觉得特别是这个政治庇护这个门类啊是很敏感的。那么卢比奥强调啊，在美国持有签证是一种优惠，而不是权利啊。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啊，特别是政治庇护。那美国有权拒绝给予这种待遇，随时把你的政治庇护取消了。那这番强硬的讲话被解读为明确针对包括邓海燕在内的相关人士发出了警告。舆论很快就撕裂了啊。那随着事件的发酵呢，海外这个所谓的民运圈啊、反共圈内部潜藏的裂痕被撕开了，华人圈的舆论也陷入了对立。啊，在我们评论区就可以看到了啊，这个一个评论下面互相回帖，大家就能看到这个公干啊。那么一方面呢，一些反共人士支持悉尼奶爸的做法啊，认为这个为恐怖主义较好的行为威胁了公共安全，举报是公民应尽的责任啊。那例如有评论指出啊，不支持恐怖主义是每一个申请美国移民者的法律义务，你这个签移民的文件的时候上面就有啊，又有这个勾的。然后呢，如果有人为暴力袭击较好，理应举报甚至取消其绿卡。那另一方面呢，也有不少替阿大爷喊冤的人啊，认为邓海燕的言论虽然尖锐刺耳了一点，但是仍然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没有直接的煽动暴力啊。那比如说这个知名的媒体人王志安啊，就公开为阿大爷发声，批评悉尼奶爸小举报的行动，这个行为啊低劣且危险啊，把举报和暗杀相提并论啊。当然我并不认同啊。我认为阿大爷的言论呢就是怎么说呢？说这个阿大爷的言论没有越界，我认为肯定是不对的啊，这里面连脏字都有啊，所以呢，这些人呢，这个支持邓海燕啊，把这个悉尼奶爸形容为纯粹的人渣和小人啊，痛斥其为了私怨不择手段啊，可以说呢，这次风波啊，使得海外的这个所谓反共阵营的内部意识形态的撕裂和个人恩怨全面的曝光在了公众的视野当中啊，贵圈很乱啊。那邓海燕翻出了悉尼奶爸“一带一路”活动照片的背景啊与影响，我们来分析一下。那这张这个早年“一带一路”座谈会的照片呢，是拍摄于大约5年前啊。那卢雄飞呢，当时受邀参加了中国国内的注意他当时在中国国内啊，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座谈和交流活动啊。有消息称，彼时的卢雄飞啊，可能是以澳大利亚华人媒体从业者的身份出席的。与会期间，他与中国官方人士互动频繁，关系融洽。那中国网络上也曾有关报道啊，有过相关报道提到这个卢雄飞当年对“一带一路”的倡议啊，正面评价啊，而且表态，肉喇叭一词啊，是指充当这个喉舌的宣传员啊。那邓海燕用此形容悉尼奶爸，暗示了卢雄飞过去曾经积极的配合中共的对外宣传工作啊。卢雄飞这一亲共的履历啊，让很多人感到了震惊，也坐实了他双面人的形象啊。在油管频道上呢，这个外网啊，这个悉尼奶爸是以激烈反共著称，但在中国内地的社交媒体上啊，他早年却有挺共、亲共的各种言行啊。有截图显示啊，这个卢雄飞曾在微博上大骂澳大利亚政府干涉中国内政，遭到报应，流露出了明显的亲北京的立场。另一张截图则显示啊，他在微博上点赞辱骂川普的内容，而他在 YouTube 上却一直戴着这个 MAGA 啊，这个红帽子啊，力挺川普，痛骂拜登。这些截然相反的言论被曝光以后啊，卢雄飞早就背上了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的两面派的这种骂名啊。那邓海燕此次提及了他“一带一路”的往事呢，无疑是再次揭了卢雄飞的痛处啊。一方面打击其在反共圈中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呢，也希望能够引起澳洲情报部门的注意啊，给卢雄飞制造麻烦啊。那这一张“一带一路”的合影的曝光啊，对于悉尼奶爸的形象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啊。那许多观众这才发现，他并非一直坚定的反共啊，在移民澳洲初期啊，曾经接近过中共官方的叙事。一些原本支持他的反共网友感到非常失望，认为他反共的立场并不纯粹，带有投机性。而亲共阵营呢，则借机嘲讽其跪求扬恩典啊，反噬祖宗国。可以说啊，邓海燕这一手接老底的操作呢，在舆论战中取得了不小的效果。卢雄飞被迫不断地解释自己立场为什么转变了啊，试图撇清与中共官方的关系，但是其黑历史已经公诸于众，昭然若揭啊。那正如评论所言啊，人家有奶便是娘啊，他是有奶就喊爸啊，正所谓悉尼奶爸啊。那讽刺了悉尼奶爸为利益而立场摇摆不定啊，这是我开头说的，
为什么一个博主啊做节目没有财务压力是很重要的啊？如果你靠这个节目挣钱，那真的有奶就是粮，对吧？这个有奶就是娘啊，对吧？这个馆长就是典型的例子啊。总之啊，一带一路的照片是卢雄飞陷入了形象危机，在此次互动中被动挨打的这个地位树立了。那这个二大爷邓海燕呢，我们来这个说一说他这个历史啊，这频道的风格、立场和这个争议。邓海燕呢，当然他知道笔名二大爷啊，这70年代末出生于贵州的毕节啊，是一个军人家庭。他曾经是这个广州公安的一名刑警和公务员啊，然后在体制内长期工作了17年，期间加入了过这个中国共产党啊。那由于业余时间呢，在网上撰写了揭露中共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文章啊，他被这个中共当局视作意见分子，多次遭到传唤和搜查。10度被请喝茶，2度被抄家啊，这个是自由亚洲的这个报道。2019年10月啊，邓海燕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啊。这个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牢狱之灾，他下决心要逃离中国。恰巧他和家人2018年就已经取得了美国的10年期旅游签证，这为他出走提供了机会。2019年12月呢，邓海燕只身一人飞抵洛杉矶，成功入境美国后，马上就申请了政治庇护。那踏入美国的土地那一刻啊，他曾经感慨万千，说从未料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开始新的生活。那他的YouTube频道和风格啊，这个影响力毕竟还是不错的啊。这个2023年3月啊，邓海燕开始运营个人的油管频道二爷故事，以讲述历史、时政故事的形式啊，发表了很多的观点。那他的这个频道的风格呢，就相对比较礼敬和理性啊，擅长把这个晦涩的历史和政治话题啊讲得通俗易懂，被称为这个野生太史令、头铁读书人啊。这个翻译一下呢，就是他好似民间的这个历史官啊、史官，那么不畏强权啊，根据历史直言不讳。那频道的内容呢，主要是聚焦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黑暗面啊，这个中共体制的弊端，以及一些国际时政的评论。立场上当然是鲜明反共的。他曾经在采访中表示啊，了解中共的黑历史，才知道自己被骗了多久。那他强调这个揭露真相啊，拒绝作恶啊，这是自由亚洲的对他的采访啊。不过这也没什么，我也接受过自由亚洲的采访啊。这个我们为中国人提供自由的通信软件啊，这个真朋友啊，王局的采访我也讲了。那个在中国政府被定性为具有社会动员能力啊，一直封杀不止，一直追杀啊。那当然，他这个对于中国的现状呢，他批评是集权统治令大众原子化，生存无意义啊，呼吁西方有义务推动中国的这个民主化进程啊。那相对一些激进的反共人士呢，其实邓海燕之前的言论都算是温和理性的，他也常常提醒追求自由啊，需要循序渐进啊，保持原则。当然，由于其特殊的经历啊，这个前警察对吧，中共体制内，而且是打手出身啊。以及这个，当然他有一些这个稳健的分析啊，因为这种反差呢，频道上线以后聚拢了大批的观众啊，在华语圈反响热烈。据统计呢，二爷故事1年多的时间，订阅数就突破了100万啊，这个成为华语圈时政区啊炙手可热的大 V 啊。那可以说呢，邓海燕已经从中国体制内这个觉醒者转型为了海外知名的反共自媒体人，拥有相当的号召力和知名度。当然，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上，我们可以画一画这个邓海燕的政治立场到底在哪里啊？他呢是倾向自由派的啊，他经常批评美国极右翼和川普的派系，支持多元宽容的这种价值观啊。那有华人评论指出呢，二大爷很多的言论啊，放在美国左派的圈子里面，也就算中规中矩啊。这是之前他发这个大放厥词之前啊，那并没有出格极端之处啊。但是这种左倾的姿态呢，其实之前就令部分的旅美华人保守派不满啊，他们指责邓海燕身在美国，却认同左派的价值啊，是中共在海外的卧底特务等等。但尤其此次苛刻事件以后啊，这变成了一个分水岭啊，这个右翼的这个华人群体啊，把他打成了恐怖分子的帮凶，共产党的间谍啊，在网络上群起而攻之。比如有推特网友粗暴的评论啊，这二大爷我一看就知道啊，中共的海外特务，上推第一天就把他拉黑了。等等啊，那除此之外呢，邓海燕此前呢并没有什么重大的争议事件啊，他比较低调啊，耕耘自己的频道，很少与人公开这个在网络上这个私斗啊。那这次与西营奶爸的这个冲突啊，可以说是他首次卷入舆论的漩涡，也是他第一次遭人跨国举报啊，到这个美国的执法机关。这件事儿，客观上讲，令他面临了巨大的压力啊。他和西营奶爸不一样啊，西营奶爸是澳洲的公民啊。那他只是一个接受政治庇护身份的人啊，
那么大家知道吗？在美国，如果你接受了政治庇护，你是不能再使用中国护照的啊，绝对不能再使用啊，任何国家都不可以。然后你是要领一本难民证的啊，这个是这个关于这个美国接受政治庇护的一个冷知识。那不仅有可能失去这个来之不易的美国合法身份的可能性，甚至存在被遣返回中国的风险。我上期节目讲了，不少网民担心他要被遣返，哎呦，这个笑话可就大了啊！这个回国至少要被判10几年呢，对吧？至少他评论这个2杯水是不知道评论了多少了。那对此呢，许多支持者，其实为他鸣不平啊，比如就王瞻啊，我们刚才讲了，发帖力挺啊，那暗示举报他的人和开枪的凶手逻辑一样可怕。当然，我再次说明，我对这个观点并不认同啊。那也有这个反共圈内的人士觉得此次邓海燕口无遮拦啊，不妥。那公众人物不应该在敏感事件上发表过激的言论，尤其他是一个接受政治庇护的人，就更加应该要注意啊。他给了对手以可乘之机。总的来说，二大爷在粉丝眼中是有思想、有良知的低调的反共斗士啊，但是在敌对者里面已经被污名化为披着反共外衣的中共的奸细。这种两极化的评价也折射出了当下所谓这个海外华人社群内复杂的政治生态，特别是所谓的简中圈啊，简体中文圈。就是中国大陆来的这帮人啊。那悉尼奶爸卢雄飞呢，我们也来分析一下他的频道和立场和争议啊。那卢雄飞呢，英文名叫 Edgar 啊，艾德加啊，这个我记得那个著名的这个悬疑小说也是这悬疑小说家啊，悬疑小说家啊，好像是爱伦坡也是叫艾德加啊。那么1978年啊，他是出生于中国江苏的南通儒蚌地区。96年呢，考入了东南大学计算机系啊，这听上去也是一个96年考大学呢，应该是70后啊。那么本科毕业于毕业以后呢，这个先后在 IT 行业工作2-3年，随后进入了媒体领域。那么曾在上海一家知名的英语电视频道担任字幕翻译和后期制作啊，一干就11余年。2014年呢，卢雄飞赴澳大利亚留学，攻读 IT 的硕士学位，随后呢就在澳洲发展了。他曾在当地的多家华文媒体任职。卢雄飞已婚，有2个女儿啊。因为妻子重返职场呢，他一度当起了全职奶爸啊，在家带娃啊。那19年5月份呢，他就开通了悉尼奶爸这个 Sydney Daddy 这个有感频道啊，将自己全职带孩子的身份融入了频道的人设。那凭借这个对时事话题的投入和这个独特的这个个人风格呢，应该讲这个悉尼奶爸是迅速走红啊，频道创立2年多，达到了15万订阅啊。那其实他的粉丝并没有这个二大爷多啊。那24年订阅数是28万。那卢雄飞呢，在华人圈的知名度也让他萌生从政的念头。2024年10月他曾以无党派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啊，参选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啊，这就是那个杨兰兰事件的那个地方啊。那个会议员这个国会这个议会啊，州议会的议员的补选啊，这是悉尼的这个Epping 这个选区啊，虽然只获得了极少的选票啊，因为该区华人虽然多啊，但是卢的这个草根背景啊，缺乏竞选的资源啊，政治还是一个专业的工作啊，竞选是个专业工作，但是这显示出呢，他试图将网络的影响力转化为现实政治资本的一个雄心。目前呢，卢雄飞已经是澳大利亚公民啊，这是他这个因为他能够参选公职，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啊，自证了。那这一次呢？冲突展示的就是他与中国大陆的利益纠葛并不简单啊，因为他是14年来澳洲的嘛，那他这个19年还是这个甚至更晚啊，还在从事这个和中共联系的活动，对吧？一方面他近年在海外高调反共，另一方面他又有紧密联系国内官方的历史，这种双重经历就为他的这个公众形象蒙上了巨大的争议的色彩。那频道的内容呢，属于中文时政评论类啊，话题涉猎广泛啊，比如 ABC 澳洲网就曾经对他报道说啊，从中国、澳洲2国的这个观点、社会热点啊，到这个个人政治见解，再到这个与持不同政界的网红对话啊，卢雄飞的视频发布后，普遍都能获得至少数万的播放量啊，有时甚至是几十万。那他的节目风格轻松犀利啊，他自称信奉说人话的原则啊，用通俗这个幽默的这个方式啊来讲新闻。他并不避讳啊，将新闻娱乐化解读啊，认为这是接地气的表达方法，也有利于吸引观众嘛。那这个政治立场上呢，卢雄飞标榜的是反共不反华啊，爱国不爱党。他在节目中呢多次强调自己反对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集权啊，而不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文化。据其介绍啊，他认同自己的身份是澳大利亚人啊，同时也是华人啊，并表示反共不等于反华。
值得注意的是，卢雄飞在西方的政治光谱区分上呢，就明显的倾向保守派了公开反对这个极左的思想和过度的政治正确他自评呢，按照西方标准，我属于中间偏右那在 YouTube 频道头像和口号都体现这一点主页图片呢是一群披甲持剑的骑士冲向一条喷火的红龙，他的口号是让我们8月15一起杀大红龙他解释呢，红代表极左思潮，龙象征着极端的民族主义。这句略显夸张的口号呢，就表达了他对于极左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双重反对。而在美国政治议题上其实他特别关心美国政治那悉尼奶爸是知名的川粉，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2020年美国大选投票日，他曾经戴着红色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帽子，直播1个多小时为川普助威他支持的呢是特朗普的保守主义这个反对堕胎反对过度移民等等。那同时呢，他反对这个中共政权和小粉红群体这个对他们丝毫不留情经常尖刻的评论中国政府的外交表现，嘲讽亲共的人士例如他曾经在节目中挖苦一位日本 NHK 的播音员弃日投华事件这个嘲讽亲共的行为。那概言之呢，这个悉尼奶爸营造的是一个反共爱华亲西方右派这种人设。那我们来看这个过去历史上这个悉尼奶爸就有过不少的争议历史恩怨。那卢雄飞呢，在走红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争议事件其这个言行是饱受华人舆论两极分化的评价的。有几个典型的事件第一是奶茶店事件收钱门。2020年，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发生了一起华人奶茶店店主殴打员工的恶性事件。一名中国女留学生因为抗议时薪过低据称低至每小时10澳元遭到店主的辱骂甚至动手。而悉尼奶爸呢，抓住此热点，连出了5期视频，对事件进行了所谓的调查和分析。但是他不仅没有采访这个受害的女学生他没有去采访这个受害的女留学生，反而远赴当地采访涉事店主为店主开脱洗白，引来了舆论的一片哗然。更有爆料称店主向悉尼奶爸支付了酬劳，以换取对其有利的报道。当地媒体也称卢雄飞收了店方的钱那尽管卢雄飞本人极力否认这个收钱的事实，但是大部分观众都选择相信店主和媒体的说法，认定悉尼奶爸有经济利益驱动这个就是有财务压力做节目的可怕之处此事演变成了悉尼奶爸的收钱门丑闻严重打击了他在部分观众中的客观公正的形象。有人直视其吃相难看为了流量不择手段。那双面人的身份就是当然大家这个前面我也提到了，虽然他是高调反共但是在国内社交平台比如微博他发表的这个完全矛盾的这个言论被人质疑是人格撕裂投机取巧其实2021年2月份就已经有华人评论网媒发表了文章，悉尼奶爸竟是两面人曝光了卢雄飞多条这个早年的微博动态截图其中一张截图显示卢雄飞在微博上攻击澳大利亚政府活该遭报应，带有强烈的反澳反西方的色彩。而另一张截图显示卢雄飞在微博给一条骂特朗普的帖子点赞哎呀，太好笑了。那他在有感节目中却长期辱骂拜登力挺特朗普，可见卢雄飞在国内充当着爱国小粉红，在国外又扮演反共大 V， 前后简直判若两人跟馆长有得一拼那这些实锤呢，导致他被贴上了两面派的标签。有评论嘲讽在澳洲的嘴上挂澳洲价值观，在国内就跪舔中共的立场。这种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何资格谈价值观呢？那甚至有人戏谑地称之为有奶便喊爸。我们刚才说到悉尼奶爸那为了利益，谁给奶水就谁喊爸爸这个双面人形象已经是悉尼奶爸无法撕掉的标签和污点了。那每当他自诩反共的时候批评者就会拿出他过去亲共的言论加以嘲弄。那同样作为网络大 V悉尼奶爸时常卷入与同行的骂战博弈比较知名的是他曾经与这个著名的自媒体人王志安起过冲突2023年年中的时候呢，王志安就被爆出这个当然是私人情感丑闻了那这个在华人圈引起了关注悉尼奶爸是闻风而动连续制作10几期深挖王志安的绯闻甚至在澳洲凌晨就爬起来直播连线揪住对方不放这种穷追猛打的这个做法被一些人批评为趁火打劫落井下石，认为卢雄飞只是借机炒作他人的负面以博取流量。王志安的支持者更是对悉尼奶爸这个极尽挞伐这个挞伐之声
那这个专门这个炒作别人的这个负面啊，称其心理阴暗，妒忌心极重啊。另外呢，新一奶爸也曾经与其他华人时政博主互相抨击，比如旅美的科普作家这个方舟子就多次点名讽刺新一奶爸啊。此次二大爷风波中，方舟子发视频称，这是报应来了啊！这揶揄邓海燕和卢雄飞这俩货都很快会被美国驱逐出境，但卢雄飞是在澳洲啊。那此次这些例子可见了，新一奶爸在圈内人缘并不好，树敌不少啊。方舟子也是不支持他啊。不过这个自然啊，这方舟子不是川粉？方舟子是反面，方舟子是民主党的积极的支持者。那他敢说敢做的风格虽然吸粉，也难免引发众怒啊，被不少同行视为搅局者。所以我们来公允的评价一下啊。新奶爸是备受争议，毁誉参半啊。支持者眼中呢，他这个直爽泼辣，敢说真话，节目诙谐，接地气，那代表普通华人的心声。有粉丝称赞他分析问题不情绪用事啊，还给严肃话题增添了趣味性，是难得的草根时评人才啊。他的这个拥趸呢，主要是一些认同右翼价值观的华人，以及喜欢看网络主播开杠啊、吃瓜群众啊。从订阅和流量看啊，新一奶爸的影响力不容小觑。那他的很多的视频点击在华语圈属于第一梯队，特别是在澳洲华人社区啊，一部分人把他当作反共爱国的这个代表人物啊，自己也试图以此自居进入主流政治。那在反对者眼里呢，他这个人设就十分负面了啊！那哗众取宠，立场投机，被博眼球，不惜牺牲任何原则，对吧？有网友不客气地称，他是我见过的最猥琐、最不要脸的中文博主啊！怀疑其有人格分裂障碍啊！而且他满脸这个右翼的民粹言论，打着澳洲价值观行偏激歧视之实，不配谈价值观啊等等。啊，亲北京阵营当然就是小粉红们，那就更痛恨卢雄飞了啊，把他骂作滞留澳大利亚的汉奸啊。他们揭发这个卢雄飞啊，当年骗父母的钱移民啊，在台湾活动等等黑料，试图从爱国主义角度彻底的污名化他。总之来说啊，这个新奶爸在华人舆论场已经成为一个这个就是当年阎锡山说的啊，在3个鸡蛋上跳舞的人，极具争议的人物啊，谁也不讨好。那喜欢的人捧为斗士，不耻的人骂他是小丑啊！这怎么讲呢？就是这次和阿大爷的冲突，就将这种两极分化已经推向了顶峰啊。那邓海燕此次呢，与悉尼奶爸冲突之前啊，其实从未卷入过公开的网络骂战，也没有举报他人的先例。应该说，他之前更多是专注于创作内容啊，避免与其他异议人士发生纠纷。我记得他在这个王爵也采访过他啊，王志安采访他，他也是说啊，就是他不愿意跟这些所谓运动人士去接触。那他在国内当然就曾经因为多次言论遭到官方的打压啊，他就是典型的属于被举报和被整肃的这个受害者呀。他从来之前是没有主动攻击过别人的啊。那在美国定居以后呢，邓海燕一直还是比较低调务实的经营自己的频道，甚至在这场风波之前啊都没有陷入过如此激烈的人身攻击啊、人身的公干和这个跨国举报的这种漩涡，他之前从来没有惹过这种事儿啊。因此呢，就举报行为而言，邓海燕此前是举报的受害者啊，被中共国安啊，这包括一些他身边的人举报。那这次呢，变成了主动举报他人啊，继承了衣钵，对吧？啊，这场风波某种程度上讲啊，也是他身处自由社会后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如何在捍卫他自己的所谓言论自由的同时啊，又要应对来自同阵营的内斗的攻击啊？那卢雄飞呢，相比之下啊，就是新一奶爸过去几年网红生涯中，这本来就是非不断啊，各类争端此起彼伏。不过大多数争议都还属于舆论口水战层面啊。他亲自向官方举报他人的情况，此前也是闻所未闻啊。这次他举报阿大爷给 FBI， 可以说开创他个人的举报先例啊，也突破了海外反共圈内部斗争的这个刷新了新的记录啊。反过来，卢雄飞本人曾经多次成为别人举报或攻击的对象。他早年在微博发表反澳的言论的时候，有网友举报，导致他的微博账号被封。他 YouTube 上曝光量提高以后，经常遭到亲共人士的人肉抹黑，有人在微博公开他的个人履历照，骂他是卖国贼等等。不过由于这个新一奶爸持有澳大利亚公民身份啊，中国方面对他肯定是鞭长莫及了，那并未受到实质性的制裁。在澳洲本地啊，卢雄飞倒是引发了一些华人社团的不满，但也没有升级到要正式向澳洲政府机关检举他的程度啊。此次邓海燕向 ASIO 举报他有一带一路背景啊，恐怕是卢雄飞第一次被人正式举报给居住国的当局啊。那鉴于他已经是澳洲的公民，
此举报在法律上未必对他有什么实质的威胁，但是呢，可以让澳洲的情报部门对其过往的亲中经历有所审查啊。当然，在网络纷争方面悉尼奶爸一向擅长硬刚刚人啊。那过去通过视频舌战群儒，但未来呢，是否还会选择像这次一样诉诸官方力量来打击对手，也引发了网友的警惕和反思。有评论感慨华人圈内部的矛盾一旦发展成了互相举报对方是间谍，要求政府遣访对方的这个地步那无疑是鱼死网破，不仅撕裂了华人社群，也可能让当局加强对整个华人群体的不信任审查。那这场闹剧折射出的呢，是海外华人政治生态的分裂和复杂。正如有媒体总结的悉尼奶爸举报二大爷，引爆了反共社群内部潜藏已久的裂痕与矛盾。那今后这两位网红是否能从私斗中抽身，回到理性讨论的空间，我们来有待观察那可以肯定的是此次冲突将在华语自媒体史上留下这个浓重的一笔也为后来者敲响警钟。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多说几句，也是给各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诚挚的建议学好所在国的语言，融入所在国的社会，多交当地的朋友，早日接受文明的洗礼，把脑中那些极权思想涤荡干净。好，谢谢大家我们会不定期更新，下期再会吧。